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趙麗穎、黃曉明聯手再現第一座農民城故事，在灘塗上建起一座城，幾十萬農民的生活由此改變。這是上世紀80年代發生在溫州龍崗的真實故事。2019年9月，浙江龍崗市正式掛牌成立，實現了從中國第一座農民城到現代城市的跨越。作家朱小軍深入當地採訪親歷者，完成了報告文學《中國農民城》。1月10日，根據這部作品改編的電視劇《小城大事》登陸央視電視劇頻道，並在騰訊視頻同步播出。酷雲數據顯示，開播3天，該劇播放市占率達 14.3%， 位列劇集榜單第一。騰訊視頻站內熱度峰值突破25000。灘塗上造城，小城大事講述20世紀80年代平川縣設立粵海鎮後，基層幹部李秋平與鄭德成帶領成千上萬農民，通過集資、合夥等方式，在灘塗上建造現代化城市的故事。導演孫浩以《慶餘年》系列為人所知，這次他將輕喜劇風格融入主旋律題材。在他看來，這是一個傳奇、真實又帶點夢幻感的故事。表面上是改變一片的一座城，實則是改變自己。我們用了大篇幅來刻畫城市經營，體現人們如何轉變觀念，希望觀眾在感受生活的喜感和艱苦之後，留一點反芻的時間，發現背後的精神與情緒。1月9日，小城大事在上海舉辦線下觀影活動，孫浩攜主演趙麗穎、黃曉明、秦俊傑、耿樂與媒體交流幕後故事。近1小時的片花中，有輕鬆幽默的元素，有守望相助的溫情，也直面造城過程中的艱難與不易。主創團隊將那段熱血、艱辛又充滿希望的往事娓娓道來，將觀眾帶入那段從荒蕪到繁榮的造城之旅。劇中，李秋平與鄭德成的關係是敘事主線。起初二人理念相左，李秋平兼具學院派理性與冒險精神，鄭德成扎根基層，靠草根智慧和號召力推動工作。但目標一致，讓他們從針鋒相對走向彼此信任，最終成為默契搭檔。趙麗穎飾演的李秋平是一位留學歸來的年輕鎮長，他初上任時遇到很多挑戰，憑借前瞻視野和堅韌性格，一步步解決衛生整頓、雇工糾紛等難題。趙麗穎說，李秋平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，生活和情感都面臨巨大壓力。他在完全沒有外部支持的情況下，靠內心的信念去完成這項事業。他要面對的事太大了，這種魅力超越了我。在追尋他的精神世界時，我自己也學到了很多。他認為李秋平的情感觀和價值觀具有當下性，不因成敗自我否定，而是坦然接納得失。他與夥伴關係的彌合，印證了他在能力與精神層面的雙重成長。黃曉明飾演的鎮委書記鄭德成，形象參考了他父親年輕時的樣子。黃曉明回憶道，導演找我演的時候，我緊張了半天，怎麼演一個80、90年代的人物？但有個巧合，我爸當年是福建的海軍工程兵，在我們拍戲的地方挖過防空洞。後來我爸媽來探班，還帶我去了那個防空洞，他居然還在。我的造型一出來，大家都說跟我爸年輕時一模一樣，有黑的皮膚，戴着草帽，破舊的衣服褲子，但整個人精神頭特別足。鄭德成的性格跟我本人反差很大，但我們都真性情。黃曉明說，他有些來自基層的小聰明，我會根據這點靈活調整他和其他人的相處方式，有時嚴厲，有時安撫。在黃曉明看來，鄭德成和李秋平雖因認知差異有過分歧，但理念互補。正是這種不斷磨合的合作，最終建成了粵海鎮。趙麗穎談到，
此次創作過程中，同路客一詞給他帶來觸動。李秋平與鄭德成相互牽制，既有合作也有理念分歧，但這種分歧不是衝突，而是共患難中的成長。無論生活還是工作，我們都需要這樣的同行者。黃曉明則認為，每個人都是自己人生電影的主角，同路客是過客，也是渡客。人生本就是不斷迎來送往的過程，不必計較一時得失，但求問心無愧。這也是我現在的生活方式。鮮活的人物群像，小成大事塑造了一組鮮活的人物群像，他們不完美，會犯錯，會猶豫，會爭吵，但在關鍵時刻，總有人願意往前一步。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困境和選擇，也都是造成之旅中的重要一員。值得一提的是女性角色的刻畫。李秋平不是符號化的女強人，她有理想，也會脆弱，理性，也在情感上掙扎。她的成長不是一蹴而就的，而是在一次次碰壁中找到自己的位置。今年5月去世的朱媛媛，在劇中飾演的高雪梅，則是另一種女性力量的體現。作為印刷廠廠長，她精明幹練，燙着波浪捲髮，穿着時髦卻不浮誇。首次登場時，她身着黑色雪紡印花襯衫、咖色緊身褲，整個人神采奕奕，與角色完美融合，讓人一眼記住。在創作闡釋中，朱媛媛這樣理解高雪梅：她能幹通透，洞察人情世故，既有大格局與領導力，善於拿捏複雜關係，又懷揣感恩之心。這是我第一次飾演那個年代敢闖敢拼卻不失柔情的女性。她的高光時刻始終與月海的命運同頻，那份豁達和堅韌成就了她的成功。劇中，陳明昊與朱媛媛飾演一對充滿戲劇張力的歡喜冤家，挫折與坎坷讓他們的互動既具喜劇色彩，又暗含衝突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奧運冠軍陳夢在劇中本色出演乒乓球高手小陳，完成電視劇首秀。他在社交平台回應，原本只是去探班表哥黃曉明，沒想到探班探成了客串。從已播劇情看，粵海的建設之路並非一帆風順，有政策阻力，會面臨資金短缺，有內部摩擦，也遭遇天災突襲。但正是這些人在困境中，一點點將不可能變成可能。細節裡的年代感，為了還原上世紀80年代的質感，主創團隊在美術、攝影、配樂、造型等環節下了功夫。劇組籌備近8個月，輾轉永安、福州、泉州等地選景。擴的工程那場戲有超過1500名群演參與，調度難度極高。美術指導狄坤介紹，根據拍攝需求，團隊曾花1個月翻新泉州一家老電影院，修復屋頂漏水，重刷牆面，並保留2台仍可運轉的老放映機。搭建標誌性場景大狗茶餐廳時，聚焦上世紀80年代中期港風出入內地的節點，提煉出書法字體、卡座桌椅、復古木飾面和玻璃雕花等元素。配樂方面，小成大事選用《年輕的朋友來相會》、《金梭和銀梭》等經典老歌，並原創90餘段配樂，涵蓋改革開放初期至港台流行音樂湧入的不同階段。高胡、揚琴等南方樂器也被融入其中，凸顯地域特色。造型設計上並未原樣復刻年代服飾，而是結合角色邏輯進行再創作。李秋平作為留學歸來的知識青年，在特定場景中流露一絲柔和法式與港風率性的氣質。鄭德成則始終是不修邊幅卻體面的樣子，膚色黝黑，髮型隨意，貼合他工作繁忙的狀態，又保留基層幹部的尊嚴感。由此小成大事講述一群人如何在一片灘塗上親手建起一座城，也創造各自的夢。而夢的背後是務實、堅韌、相信明天會更好的精神，支撐着他們不斷向前。